这两天忙完了工作，不知道干嘛，然后就是直播一会儿。我啥时候吃饭吗？我刚吃过，我刚吃了一些，我刚随便吃了一些了。啥好消息呀？我一开播就问我是不是有好消息，是不是要进组？哪有那么多好消息？那人每天哪有那么多好消息？人如果太多好消息了，你就接受不了没有好消息的时候了。没有好消息，我今天只是那个我看看你们的好消息，好吧？我没什么好消息，我是来看你们有啥好消息。演唱会没有这个打算啊，演唱会没有这个打算，就是没有。因为我搞演唱会，每一次其实是有一个新的想法和灵感，其实跟拍戏很像，就是像这一次我们不是做的就是整个星际的感觉嘛，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会觉得像是，我其实会觉得我们经常要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这个宇宙有多大，然后我们才会真的是把一些很难过去的一些事情给想的比较简单和容易过去。所以呢，我这次就在泰国演唱会完了之后，我就突然有一个灵感，就是特别想要做这种星际的这种感觉的。可是这个星际我不是想给大家带来的是科技的感觉，或者是很就是很炫酷，不是这个感觉。我其实就想让大家知道，在宇宙里面有非常多的星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就跟每一个星球一样，那有的星球它可能没有办法成为太阳，也没有办法成为月亮，这种小行星它可能都很难成为小行星，可是它依然存在，对吧？依然存在，依然会被我们非常多的人给看到和关注到。那其实就是想说，每个人的目标不用一直就是不是每个星球都对标说我要成为太阳，我要成为月亮嘛，这样比较好。很好。哎，场控在这儿。对呀，然后所以你们问我说要啥时候再开演唱会，我就没有这个灵感了，我也不知道想说什么。其实每一次演唱会的，包括你们看中间的那个动画，其实也是想要去说一些故事的，或者是给在现场的朋友们带来一些勇气和力量，或者是最简单的就带来一些氛围也 OK 啊。然后所以就是要很要去费脑子，就是很多事情都要有灵感和创意和一个我现在想说什么，在这个工作当中，我才会觉得做了有意义。你想，一个工作你如果说
你们自己也可以来反思考一下这个事儿。一个工作如果说挣钱也挣不着，然后呢人嘛累得不行，然后因为一件事儿可能挨的骂也变得更多，然后也更招摇，也显得就是也更让人显得就是因为我是特别不喜欢去制造一些这个事情，去让别人有很多的理由来攻击我或者是我的粉丝。那如果一个事情它全都是没有意义的，那我为什么要做？你其实没有必要要做，除非就是你想要去讲什么，你想给粉丝带来什么力量，或者是你想有你自己喜欢的音乐，它治愈过你，它激励过你，或许是它在某一个时间段，这个音乐对你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像一个日记本一样，它记录了一段时间的情感和情绪，那我觉得它比较有我想要去讲的这个故事，那才会想开，要不然我就有点不太为什么要开演唱会这件事，而且粉丝也很辛苦也很累，然后还要去抢票搞这些，大家都很累的话，我认为这个事儿就会没有意义，所以我可能会把这些想得比较清楚。所以就是你问我什么时候开演唱会，我是没有，现在是没有这个想法的。所以你们对，我这个想法开演唱会这个事儿的。真实的来说，你们看完都很有能量，那就特别好呀。特别开心。我开完一场演唱会，我也特别有能量，你知道吗？因为对于我来说，就是上了一场，对于我来说，比如说这一次有26首还是多少首歌，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哦，赵露思，你可以做下来这些事情吗？这些事情也对你来说是个没做的事情，是个挑战，你能做吗？哎，做下来之后，我就也会有所成就感啊，包括粉丝特别开心，我就会觉得我存在非常有意义，那我也会因为这个演唱会开心非常久。对，都是很满足，都是双重奔赴。对。然后我看你们在问我进组的事儿，进组也是这样啊，朋友们。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到现在马上30岁的赵露思来讲，我要演的人物是我想要去讲的故事吗？是我想要让粉丝知道什么？我想让观众知道什么？我这个人物它代表了哪一些人真正在社会上存在的人的一些反射，对吧？那包括这个剧本它的立意是什么？如果你就是谈情说爱，那个我现在我这个岁数了，我有点真的没办法感兴趣，我也不想让大家那么期待之后发现，哎，赵露思你拍了个什么东西啊？对吧？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很多事情你累了辛苦了你去做了，那也许是你挣了钱，那所以呢又怎么样呢？真正喜欢你的就是真的因为你的喜欢你演的戏的角色的内容的，真的就是你的剧粉的那帮人，大家就会很失望啊。所以我不想让大家失望。但如果说你知道吗，要碰到一个刚好也是30岁这个阶段我所想要去表达的人物和想要去尝试的人物，再加上又是我可以信任的团队和制作，这个事情它真的是需要等待和需要去碰机遇，而且甚至它每一周都有新的变化，不是我们可以去控制的。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是一个虽然去年都感觉自己可能有一半可能都没有办法做这个行业，但是我是一个现在还是一个演员的阶段来讲的话，我更要对我所去选择的项目做到我的责任。就像是
如果我选择要去做演唱会，我就一定要有一个责任，是我如何去把内容做好，我如何让来演唱会的大家能够感到，就是最起码的能够感到开心，然后不失望不遗憾的离开演唱会的现场。这就是我们选择一个项目很重要的地方。当然啦，肯定是要挑一个好的剧本啊。传闻中的陈芊芊很好，是不是？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当然，我看到那个剧本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但那会儿我只是，我那会儿我只是一个小演员嘛。然后呢，我跟很多人说，我说哇，我看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剧本，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很记得那会儿我跟一个姐姐说，然后她说。你看过什么是好的剧本吗？他说你看过什么是好的剧本吗？你知道什么是好的吗？我一想好像说的是对的，我好像也确实，我看到的东西，我拿到的东西都是小制作、小成本的，好像 maybe 我确实不是，看到的是真的是好的，只是在我的这个眼界里，这是我看过好的了，所以我也是这么觉得。但我认为，起码是我眼界里看到是好的了，我就觉得我要认真去做这个事儿。但陈芊芊播了之后，我会发现，哦，内容这个东西，它是不分价格的，它不分 S 级的内容还是 C 级的内容，它是不分的，它只讲究一个东西叫缘分，就跟很多的自媒体的创作者一样，他们的内容、他们的想法，那不是说只是在他的账号上去播出，它就显得不够高级不够好，那个都是不可去估量的东西。所以我就会觉得我们做这个行业还得是内容，还得是你想要去讲什么故事，你作为一个社会上的一个人，你要负起什么责任，承担什么东西，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对于我来说，就是你能不能明白吗？我接一个戏，可能做这些事儿吧，就是我自己可能是我自己有焦虑症或者怎么样啊，就是我可能想的比较多，真的是想的很多，所以我就是会容易这样，真的是容易这样。这样也很好，宁缺毋滥。我当然想8月份进组了，但是我在等剧本啊，你给我剧本啊？在修改在干嘛的不知道，反正没给我剧本呢，我不知道啊，这个结果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我不能现在跟你说，放心吧，我8月份要进组。那当然我是做了一个8月份要进组的计划呀。但你说那玩意儿如果特别特别差，只是你不能去，就是对于我来说，你不能去把人家给放鸽子了。就是比如说你同意了要去8月份要进组这个事儿，那你就不能说，我同意了，但是我那个8月份我又不想来了，肯定不是这样。所以呢，你一定是就是要负起一个什么责任，就是我告诉你，如果剧本没问题，我是肯定可以愿意去的。可是我现在没有剧本，对。我这2天有好多了，其实。RDD 品控很差吗？可以告诉我一下，就是哪些品牌品控是很好的吗？我认为品控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跟价格相关了，就是单价比较高的东西，它相对来讲它的量就会少一些，那它品控当然就会好一些。如果是价格相对比较低的产品，它没有办法说要人工，比如说你几万个人工一个一个检查打开看，那肯定很难。对，所以如果是品控上面有问题，就直接去找客服，直接就去就是退货换货都 OK 的。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跟他们下达过我的想法的，我下达过想法的就是因为无论如何
必须要让不管是粉丝还是消费者，大家觉得花了这个钱是值当的，对吧？不管是情绪价值还是任何，都得是值当的。所以你们就是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直接去找品牌找客服这样，因为我不能每天我搁这就是几万个一个个检查吧，我说好一个一个翻开，我说这行，这行，这不行啊，上面有划痕，这不行，我说这不行，下面我肯定不能这样，宝贝啊，就是我确实是没办法，我们确实是没有这个办法。然后你说这个品牌怎么办呢？因为去年吧，这个人吧，就是我现在 RDD 其实也就做了半年，然后呢，启动了所有东西，公司也启动了所有的东西，然后呢，这个人员各方面都架构好了，我也没想到自己又回到这个行业，对吧？你也不能说一下子把那边也放鸽子了，大家都别做了，就是也，对吧？所以现在就是属于是兼顾的一个情况，所以他有些时候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理解和这个包容的，对，是非常感谢的。然后我们之前，因为我想跟你们说，也是看看大家的意见啊，因为我们家CEO 啥的，他们就会有一点点担心，比如说我们现在 RDD 想要做一个公益，就是也不是公益啦，就是 RDD 自己品牌的东西，就是给到你们的一个我觉得是属于是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就是我们想跟一个非常就是有背书的一个做宠物保险的一个公司一起来做，那就是我们直接用 RDD 去购买这个保险。如果因为我还是想做流浪动物嘛，然后像我前天又捡到了一只猫咪，然后让我妈妈带回去了。然后其实我还是想做的，就是很多大家现在有捡到很多动物，包括就是然后很多就觉得自己生活压力也很大，怎么可以再去养一个动物呢？大家都会有这种压力的问题，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所以我想做的一个公益，其实就是如果你家的动物是领养的，那你就可以来申请这个，就是 RDD 会去全款去购买这个宠物的保险，就里面比如说有那个什么打针的，然后有查什么弓形虫的，然后就是这种，因为弓形虫这种对于流浪动物上面来讲是非常多的流浪动物都会出现这个问题，而且我之前有领养过一个流浪动物，它就是得了弓形虫，然后前后大概花了5-6千，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费用对于如果大家就是我就是捡到一条小生命，我想要去照顾它，但真的会对生活压力真的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还是蛮想要就是来帮助大家，怎么能够你有了小动物又能够滋养自己，然后又能够心情好，然后小动物也有一个家，然后你也不会要承担太大的生活压力，所以这个保险里面它就包含很多的类目所以就是这个是有关于是家里如果有领养的小动物的家庭就是可以来的。然后呢，其实大家不用担心一个东西，就是它不需要你们花钱或者是要买 RDD 的产品，就是你不需要，只需要你关注你只需要你关注 RDD， 然后你就可以去申请这个申请这个就是动物这个流浪动物保险。然后呢，我们不是说就是你一定要消费特别害怕就是有黑子或者干嘛，大家说你必须你是不是就是做这个就是为了大家多花钱多买，绝不是这个意思的，所以只是为了让喜欢 RDD 的但是你可能也不喜欢赵露思也没有关系，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养好一个小动物，如果你真的想要给它一个家，
我觉得我的品牌能够帮助到你，我们品牌的消费者们也能够帮助到大家。就也许我品牌的消费者们，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养动物的，可是他们也在换了一种方式，在帮助更多的人可以去有机会的人去领养小动物啊，去用领养代替买卖这样的行为，我觉得是很好的。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是很相信缘分的一个人，所以我每次只要碰到一些我觉得这小动物跟我也太有缘分了吧，我很难抛弃它，我很难要去拒绝去养它，所以我们家现在搞成这样，也不大对。反正我将会是第一个要申请这个保险的人，我将是第一个要申请保险的人。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保险里面富含很多，还有什么驱虫啊、体检啊，很多东西，但是专门就是给到领养流浪动物的家庭来做的。然后这个保险呢，它价格就比较高，所以我们呢大概每年会有一个限名额，然后所以大家如果说觉得是不错的话，你就可以关注就好了，你可以不用买RD的东西啊，这个真的是跟消费是完全无关的，千万不要被之后如果我们开始做这个公益的这个东西了的话，千万不要被一些黑子去影响啊，就是不要去被人带了节奏，就是说我们是又是为了赚钱要干嘛的，如果我真的是为了赚钱，我很多事情都不是现在这样的做法了。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你一个人能花多少钱啊这辈子，所以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去被一些人去带错了方向，好吗 ？OK 吗？我在说宠物领养，一直在问我什么时候拍新剧，还是最在乎这个根本不对。一直在耍，根本不对，都讲过了。多位宝宝姐姐在家，对，尽力而行吧。反正这是我想做的事儿。然后呢，你说我去说服别家品牌去做这个事儿，然后是很难的。但是我现在很开心，就是我有品牌的底气，可以让我去做我想要去做的事情。那我就非常开心。但如果这件事情如果是被很多人就搞，或者是出了很大问题，那其实我就不做就好了，那我就不做呗，对吧？反正大家一定会多多支持的。我觉得这个猴，关于进组的事情，宝宝们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说的嘛，我已经说过这个事儿了，而且这个事儿哪有那么严重啊？就是不用太那什么呀，不用太那个什么呀，好不好？哎，你都到科目4了，好厉害哎！综艺吗？没打算。我的性格真太不适合综艺了。我觉得我如果去综艺啊，我觉得在综艺里面大家看到我其实就是一个很矫情的人，因为我太容易把很多事情想得复杂了。我只有决定自己的事情，或者说公司的事情，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才会很快的下去判断。但我在生活中，我就是一个比较不是非常好的性格，我觉得就是会，反正我觉得会就是不好，我觉得不好。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不好呢？我是一个做事情还要想结果的一个人，那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我去做了，我觉得我赵露思这个性格吧，真不适合去搞那个综艺，因为你说我搞那综艺干嘛？清楚自己的缺点和劣势在哪儿，就是跟不熟的人去相处，你知道吗？跟不熟的人相处，我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那我在综艺里面，我可能又会想要让大家觉得我又不是那么硬那么装的一个人，你知道吧？然后我就会刻意去迎合大家，但实际上我心里就会非常累。然后累完之后呢，那个玩意一拍吧，就显得我特矫情，就显得我特别奇怪，就显得我这个人特别奇怪。然后呢，就开始有黑子黑我。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什么？黑我不重要，是我被黑了之后，我的粉丝很难受。
我的粉丝又开始要，对吧？他们又开始，就是我不想去做一些让大家觉得我在一直不停的制造麻烦，然后你们要帮我收拾麻烦，我不想做这些事情，所以才就是这个结果。包括拍戏也是一样的，我希望我拍戏的内容，然后大家都能喜欢，都能支持，然后呢，支持完了之后，大家都觉得说没错，就做的真棒啊。但是我不希望大家就是我拍了一个戏，所有人都要帮我在那儿反黑，每个人都开始很焦虑，对吧？我觉得这个结果就不好。明白。对呀。